Hello， 大家好，今天是12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意外暴雷，甲骨文难道要带奔美股？只要你认真看了阿哲的上期视频，那么甲骨文你可以卖在暴雷前的高点。特斯拉反弹，但还不能买入，看好这一个支撑位，别轻易出手。美股来到了变盘时刻，接下来怎么看呢？我们来到今天的行情图版。我们先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纳斯达克指数第265期的视频。那么阿哲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视频美股的盘前观点。那么第一部分还是最为主要的，有关纳斯达克指数我们美股的技术面市场观察。阿哲会通过变盘 K 线的识别，以及新指9的一个风险信号，还有我们最近在讲到的短波反转3部曲，来讲述目前美股以及部分个股所存在的风险和机会的识别。而对于甲骨文这一只个股在上涨时为什么界定是反弹，以及它的上涨越是上涨越是风险，我们就是通过第3部分的短波反转3部曲来去界定它是反弹而不是反转。所以对于手中个股还无法去判定风险和机会的，那么这一个3部曲一定要认真去学了。那么对于指数环境我们了解之后呢，我们再来到个股的解析。第2和第3部分我们会讲到特斯拉、Meta、英伟达、谷歌、甲骨文、MSTR、微软、博通、LD、HOD、APP、Circle、SMCI、OKLO 以及 PLTR、Coin、CoreWeave、美光还有亚马逊等以上的个股标的，希望依旧能够对您产生帮助。如果您是位新同学，首次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有一个温馨提醒，你会看到我们的目录当中有很多的标的，因此阿哲平时所录制的视频时常会偏长。但阿哲知道，不是每一只标的您都需要去了解，或者说您都关心的，所以阿哲呢也制作了一个时间轴，做了一个分段。您可以在下方的时间轴快速跳转到您最想要优先观看的内容，希望这一个设置能够帮助您去观看本期视频。当然了，阿哲的建议是第一部分千万不要跳过，特别是第3小点这些内容呢都是对于指数的分析，而对于指数的分析是阿哲一直认为是提前于大家的交易必须要去认识到的一些内容。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部分，那么何谓变盘 K 线？如何去识别市场可能面临变盘？我们曾经教过很多的这种方式去识别。今天呢，我们讲一个许久没有去提到的，如何通过股价 K 线的颜色变化来识别变盘。其实这种方式呢，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价格走势是一个连续的阳线，那么连续的阳线，它的 K 线都是绿色的。而在近期震荡的时候，出现一种变化，就是它的 K 线不再是连续的，而是交错的。这一天是阳线，这一天是阴线，而后阳线、阴线。我们这一个方法，变盘 K 线的方法，不用看它是收涨还是收跌，只要它当天颜色是绿色就绿色，是红色就红色。那么只要连续4天时间出现了颜色的交错，没有连续，那么这就是要识别变盘的一个开始了。只要后续把这种交错的规律给打乱，重新回归到连续的阳线或阴线时，就是变盘 K 线的出现。比如说我们看到前期的一个美股指数纳斯达克，前期的这一波上涨，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颜色的交错呢？这一天是阴线，然后阳线、阴线、阳线，它是不是颜色上就开始每天都不一样了，反复了？之前呢，它是有连阳和连阴的，到了这一天开始后都是交错的运行。那么在阴线、阳线、阴线、阳线之后，它何时出现了连续的阴线？那是不是在这一根阴线和这一根阴线的时候？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识别出变盘 K 线呢？当最后一根 K 线它是一根阳线，那么按照规律来讲，第2天如果还是延续这种交错的变盘，如果第2天还是延续着这种颜色交错的规律，那么它的第2天应该是阴线。你会发现市场确实走出了阴线。而如果颜色交错的规律还存在，并没有改变，那么这一个9号 K 线的第2天它应该是一根阳线，但你会发现它却是一根阴线。所以从之前的交错的颜色到后续出现连续的一个颜色，那么2根阴线它的下一根就是变盘点，而后这一天就是一个变盘低点。那我们再看一下后续的一个下跌，这种颜色交错它不是说很经常出现，因为你会发现美股市场它经常就是连阳、连阴、连阳、连阴、连阳，它并不是说很经常出现这种交错。而当时这波下跌也是连续的阴线，而直到这一天的阴线开始，这一天是阴线、阳线、
阴线、阳线，下跌时产生了连续的阴阳交错模型。而后这一根阳线后，如果是阴阳交错的模型一直延续没变盘的话，它的下一根 K 线应该是一根什么 K 线？应该是一根阴线才对。但它下一根 K 线呢，却是一根阳线。所以从之前的异色，每天的交错颜色到现在的同色，所以这根 K 线就是变盘 K 线。好，变盘 K 线产生，它是不是变盘高点？所以当时这里就是变盘低点，那么这里呢就是变盘高点。当然，变盘点我们可以通过趋势来去研判。比如说，如果股价是上涨后下跌出现的这种点位，正常来讲是变盘低点。就比如说前期的这根大阴线，如果价格呢是下跌时出现的反弹，那么这个点呢很大概率是一个变盘高点、反弹高点。当我们要更加准确去识别，你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我们可能更加右侧一点。比如说股价呢，你识别出它是一个变盘 K 线了，好，那么低点做防守，股价如果把它跌破，那么就说明这里是变盘高点的概率是极大的。如果不跌破，而是高点能够强阳突破，那么这里有可能是一个延续上涨，而非变盘高点。那么当时这个低点也是的，它如果是真的变盘低点，那么它的低点应该是防守，不会被跌破，而后续高点会被突破。所以这呢就是一种相对右侧的判定方式。那么价格走势最近是不是出现了一波上涨？好，上涨时我们看到连续的阳线，而它从这天开始是阳线、阴线、阳线、阴线，所以这种是颜色的交错。而在交错颜色之后市场出现了连续2天的同色。这一天阴线后走阳线是正常的，但是阳线之后再走阳线呢，就说明阴阳交错模型被打破。那么这一天是变盘 K 线，这一天因为它是一个上涨途中，而且是下跌的反弹途中，所以可以界定它是一个反弹高点。而如果你是作为右侧的投资者，可以把它的低点作为防守，收阴跌破，确认它确实是变盘高点。所以这是用变盘 K 线，在每次行情走势下出现的变盘 K 线，你要去注意它是回调中的变盘低点，以及还是说它是反弹中的变盘高点。这一个变盘 K 线的识别是不是很简单？只要看颜色就能够看得出来。那么对这个方法，大家应该一听就会。那么如果还有疑问，也可以在评论区呢留下您的疑问，阿哲看到也会解答这个方法的一个具体使用技巧和环境。我们接下来看到星值9，星值9呢，就是我们上期视频当中所讲过的一个星值危机了。如何通过市场的一个多空力量的衰竭点来去判断出目前是属于风险区还是机会区？那么曾经这一个低点，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星值9来去判断出它后续大概率是一个机会，而后拥有反弹。那么在反弹之后，我们在上期视频也讲过了，这里呢临近星值9，它呢容易是一个风险区域，市场是容易在这里产生反向的一些空方力量的。那么所谓的星值是9天战法当中的一个定义，它将市场在下跌和上涨当中创新高和创新低的动作认为是股价多空之间一种消耗的行为。比如说价格走势，它的最高点一般来讲最好是拿一个波段的高点，那么这个高点越是重要，那么这个星值的一个计算呢越是有效。好，所以这一天的高点它就是0号 K 线，我们把它标记为0，那么后续只要跌破它的低点，那么这一天它就可以标记为星值的1，因为它打破了低点，说明在下跌途中空方力量已经有所消耗。那么空方的消耗力量正常它会有几个节点，消耗3次、6次和9次时会有一些多头的反馈产生。空方在打破3次低点和6次低点、9次低点的时候，那么多头有时候在这种节点上会伺机而动，产生反弹甚至是反转。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1次新低，而这里呢是2次新低、3次新低、4次新低、5次新低。那么这种新低的计算有一个细节，它不是一直以8号 K 线这个0号 K 线为主的，它是以它的低点跌破之后9呢就是1次新值。好，那么这一天的低点就是这个技术1的低点再次被跌破才记为技术2的低点再被跌破才记为3。好，3被跌破呢则有4的产生，4次新值后再破4的低点为5的新值，5的低点再破这里为6再破这里为7被破这里为8被破这里为9。所以当时从高点为0到低点则刚好是9次新值。而当下我们再来看了怎么样去标记当下的上涨新值呢？低点 K 线为0号 K 线，然后上涨创出1次新值，它为1号 K 线，再创新高为2号 K 线，再创新高为3号 K 线。那么这一天就是4号 K 线，
而后再破高点，这里是5号 K 线。那么5的高点再被突破呢，这里是6号 K 线。高点如果再创新高，所以这里是7号 K 线，而后这一天是8号 K 线。昨天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回马枪动作啊，又创了一次新高，所以刚好昨天的高点是第9次新高。那么下跌时9次的新值要小心有多方的力量产生，而上涨时产生的9次新值要小心有空方的力量产生。那么这个力量不管是大还是小，它都告诉我们新值9的地方前后容易有一个反向的力量。那么做多的同学，你呢就要关注下跌时到新值9的地方容易产生比较不错的反弹行情。上涨时呢，如果你是做多的同学，也要小心了，到新值9附近就不要随便再去加仓买股票了，容易买在一些空方进攻的点位，那么一不小心就被套到高点。所以你可以去逐渐的看涨加仓，但是不能说把仓位放在越是新高越是满仓的地方。但是你的交易策略就肯定不能说越是新高越去加满仓，或者说越是重仓。我们正常比较建议低位你买进的仓位是要偏多的，越往上仓位越少，加仓的数目次数要降低，到9次新高附近就不要再加仓，而是应该以减仓获利兑现为主，再去观察一下后续的反向力量有多强。所以当前通过变盘 K 线和新值9以及我们曾经讲过的神奇9转 K 线，其实都告诉我们这个地方风险大于机会，它是一个风险区。这个风险区究竟会不会释放风险，我们无法100%的确认，但至少我们不应该在风险区当中去压重注，赌它还能够再次新高，再次上涨。所以最近我们的盘前广播也都是提醒的，风险不要随便开多单。那么这是以上的2个小知识点，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未来您应该也能够经常用到。也希望未来的美股交易当中，您一旦遇到变盘 K 线和新值9，那么就要注意了，它有可能是风险，也有可能是机会，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那么听到这里，我们的老同学们可不要忘记照常支持阿哲的视频，可以在视频底下点个赞。如果您的时间相对的充裕，阿哲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区当中留下您的宝贵评论，亦或者是建议。当然，您也可能是新同学。那如果您是新同学呢，那么阿哲希望大家在点赞评论的同时，也可以点击订阅。您只要点击视频底下的订阅按钮，那么就会显示已订阅，那么就恭喜大家成为阿哲讲究频道的订阅粉丝观众。而您只要把这个铃铛全部点开，那么未来阿哲的每一期视频，每一个观点您都可以及时得知。而阿哲的每一个视频发布之后，系统会首先第一个通知到我们的订阅粉丝同学，点了铃铛的同学。那么感谢大家的点赞、订阅和评论，那么谢谢大家照常的支持。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来到第3小节。第3小节我们会讲到一个市场当中，从短期、中期去分辨反弹还是反转，它的一个识别方案。那么阿哲称其为短波反转的3部曲。这个短波反转3部曲在指数分析上和在后续的个股分析上，我们都会去用到这个方法，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特别是新同学一定要把它学会。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呢有一个指标叫彩虹带，是阿哲做趋势交易时一定或者说必看的一个参照指标。而这个指标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或者说您是财生内部学员，那么都可以看到这个指标。当市场它处于一个紫色带时，说明中短波是一个上升趋势为极大概率事件，而如果它是一个黄色带时，说明中短波为空方下跌趋势为极大概率事件。那么它如何去分辨是反弹还是反转呢？很简单，如果是紫色带，那么每次的下跌以反弹作为大概率看待的事件；如果是黄色带，那么则将它的上涨作为反弹的界定为大概率事件。因为我们知道股价的上涨趋势，它会高点易创新高，低点不易创新低，所以只要是紫色带，我们每次回调积极做多；黄色带就是下跌趋势，而下跌趋势则是股价容易创新低，不容易创新高。所以每次的上涨，我们以反弹来去看待，并且一旦有赚，你要知道了，这里应该高抛为主，而不能随便的乱加仓、乱去赌它会反转，因为反转为小概率事件，而反弹为大概率事件。而借此，我们在之前分析个股时，是不是一直讲到甲骨文这个股票，你只要打开彩虹带，看一眼，你会知道它是一个黄色带。黄色带又结合它是一个神奇9转的序列的形成，那么这是不是一个反弹的风险点？那么你只要意识到这一点，
你意识到这个低点它大概率是反弹低点，而不是反转低点，意识到目前的趋势是下跌趋势，低点是易破，高点是难被突破的。那么在这种反弹过程当中，越靠近左边高点，越出现一些风险信号。那么我们是不是要知道这个地方它是容易破低点的，是容易是反弹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近期每一只黄色的标的都告诉大家，不要期待它会反转，而应该以反弹来去对待。那么不是说黄色带就不能够反转，而是可能10个黄色带的股票当中，它可能就只有那么1到2次的可能性，2只个股会出现反转，而剩下的8只9只可能都是反弹，都会创新低的。那么这种概率性事件告诉我们，黄色带内的每次上涨，你都不应该去盲目的赌它是一个反转，而应该认为它为一个反弹。那么现在我们看回到纳斯达克指数图。那么现在我们所看的是纳斯达克指数的日线图表，在图表上呢有一个指标叫长带，是阿哲做趋势交易时一定或者说必看的一个参照指标。而这个指标，您只要是订阅粉丝观众，或者说您是财生内部学员，那么都可以看到这个指标。那我怎么知道这一波上涨它是为反转还是反弹？那么现在的纳指它是已经由黄色带转为紫色带，那么我们就知道了，这一波反弹它是让市场的趋势由短波段的空方转为了多方，也就是说这一波股价走势它已经大概率能够形成反转的态势，但它还需要一个确认条件。我们今天讲过股价走势的一个3部曲，那其实呢它很简单，就是在这种趋势带附近要走出一个 N 字形的结构上行。首先在趋势反转时，它有一个压力位，或者说是一个变盘点。那么这个点位呢，正常是突破黄色带时的2根 K 线。比如说收盘价站上黄色带为第一天，而后它的第2天为第2根，在这2根里面选择高点偏高的和低点偏高的，那么这一个价位就是关键的区间。它是后续如果是反转，那么股价回调不应该去破的地方，只要连这一根 K 线都不破，股价的下跌都为回调，而它都为紫色带上的买点。所以股价的一个反弹到反转，它得要先破这根 K 线的高点，而后往回撤的时候不能跌破这根 K 线和紫色带的区间，而飘带呢是要由黄带转为紫带的。所以这是3个我们的一个步骤。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前期股价的低位的反转股价走势，是不是黄色带的时候每次的低点走出的上涨都只为反弹，都看反弹，我不管它能不能反转，反正我就先看反弹，因为这是大概率事件。好，价格走势是不是很难走出新高，而容易是有新低？好，价格有低点上行，好，那么这个地方黄带就是为正常的反弹的空间，那么只要是黄带就是反弹，它的空间正常就是黄色带附近，所以价格走势出现了再次的创新低又再次上涨反弹到黄色带附近。好，这里呢2次回踩不创新低，有可能要走反转，但是依旧是黄带，就依旧看反弹。价格出现上涨，这是第1根突破的 K 线，然后这是第2根，2根里面选高点偏高的，选低点偏高的，所以这里是一个支撑区。价格由黄转为紫色，后续回调时只要有支撑不破带，那么股价看涨。当然有时候能够踩到飘带，有时候可能踩不到，所以关注能够突破2号 K 线后的每一次回调的买点。价格走势后续只要回到飘带就是看涨点，它只要一直是紫色带，那么我们就一直看涨。那么价格走势只要回调，那么就作为买点，只要回调就是买点，而直到它最近走为黄色带，我们才有所改变，否则在之前只要一路止带，一路持有，并且回调为买点。而现在是不是又走到了一个转变的地方？能不能是反转？关键是看到这一波下跌能不能支撑给买点，而那个买点买入之后我们进一步的3部曲之后的最后一个确认，其实就是新高了。那么这一个新高能够确认的话，后续就更加能够去买入。当然这个点为首次的博弈点，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支撑位。价格走势2号 K 线的低点是 23,250.51 作为支撑，而后就是飘带的上沿为 23,247.28 作为正常回调时的空间。当然有时候可能会有升幅回调，那么它就有机会碰到飘带下沿 23,023.68， 所以股价本次如果回调，那么按照紫色带来看是机会为主，但因为它是反转的首次回踩，所以要注意了，一定要等待明确止跌信号再去买进，而目前是反弹的界定还未完全转为反转，所以反弹那么高位就要有左侧风险去卖出，等回踩止跌去买入股票。而如果回踩不止跌，
直接收一根阴线，把前面的支撑位都给跌穿，那么这个地方将再次的定义它是一个反弹高点，而不是反转点。所以股价的走势由反弹到反转，它并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慢慢的去跟踪，而直到趋势转变，我们的仓位逐渐去添加，这种情况下才能做好短波、中波的反弹到反转三部曲。而通过这一种短波反转三部曲，我们就可以识别到很多股票它其实处于一个反弹的空间，而不是反转。那么你就不会盲目的去随便抄底和重仓买入一些股票。在稍后的个股解析当中，我们也会去强调，有些股票目前其实还处于上涨途中，那么那种股票呢，将会是在市场下跌时，我们可以去积极寻找做多机会的。这个在后续个股解析当中，我们去提到这一点。那么接下来阿哲讲一下刚才所讲的彩虹带，如果您是订阅粉丝观众，特别是今天刚订阅同学，如何能够去领取和使用？其实呢，那是我们的订阅粉丝3重礼当中的一重礼物，我们的福利1。这个彩虹带就是阿哲每天必须会去分析股票时看的一个指标，是阿哲认为做趋势交易，您只要是做中期和短期，您一定可以给您提供不少帮助的一个指标。那么这个指标，您只要是订阅了阿哲，不管您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不管您是曾经订阅还是现在刚刚订阅，您只要还未激活过彩虹带的使用权限，都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小卡片，亦或者是下方评论区的置顶链接，找到助教，而后呢去激活我们的彩虹带的1周体验权限。那么您就可以看一下您手中的个股目前处于短波反转的哪部曲，亦或者它还是处于一个很单边的多头，或者说很单边的空头。那么这样你的交易策略就会有一个简单、大体、清晰的一个印象，而后我们再去做好个股的分析和决策。那么福利2呢，就是阿哲所提供给订阅粉丝同学的另外一重礼物，叫做盘前广播。阿哲在每天开盘之前，只要美股有开市，就会写到一些文字或者说是广播信息。阿哲会讲一下指数目前的环境分析，以及个股一些关键的点位支撑和压力。那么希望这一份内容偏向短线的内容，对于您的交易也能够产生一些帮助。只要是订阅粉丝同学都能够去进行体验这一个盘前广播。那么最后一重福利就是我们的内部课程。阿哲相信您订阅了阿哲讲究频道，那么肯定对技术分析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比较信赖，并且想要去学好学会的。所以阿哲呢也准备了很多更加精品、更加进阶的知识内部分享课程。那么这些内容呢都是不公开去解说，那么这些内容都是不公开去教学，您必须得要订阅阿哲，而后跟助教报名才能够去收到这些直播链接。那么这个直播我们会思想进行，希望对您也能够产生帮助。只要您是订阅同学，那么记得参与我们的课程内容。每周都会有不重样的一个课程，那么关于每周的课程课表可以咨询助教，而后去领取和进行报名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到第2部分，那么是关于个股解析。我们看到第一只标的是特斯拉，目前所看的是特斯拉的图表，它走了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态势之前我们也有提过，它就是一个震荡行情。近期呢出现了一波反弹，这波反弹的起点是回补了之前这个导型缺口，而产生一种多方的一个力量。价格走势目前的一个上行是靠近 462.21， 那么阿哲依旧的观点就是，股价越靠近一个目标位，短线上你可以做日内的，那么还可以去看看它的机会，但如果做波段，面临的还是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压力，那么越靠近这个压力，作为波段投资者，你不要随便的去在这附近去买股票去加仓，要么呢就等待它真的是走强走好了，它会走出一个脱离震荡的态势，而是强势突破这个压力，那么你去找回调的买点，这是一种安全的交易思路。而在这之中没突破也没跌破，那么这种情况下不要随便在这里去加仓，要么等待突破打开空间，要么就等待再一次的回调，确认之前的支撑有效，然后去找买点，去找买入止跌的机会。所以我们呢要找到的是 439.6 附近和 419.9 附近它的一些支撑买点。那么最近这个买点有吗？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彩虹带的一个表现和短线 K 线的表现。我们所看的是特斯拉的一个行情图表，它除了在日线上面临一个压力位之外，你也会看到它出现了一个9号 K 线，这个就是神奇九转。我们近期一直在讲的，就股价从1到9上涨1到9，那么这里将容易是短线的多方衰竭。那么多方衰竭点又面临日线压力462，那么这里怎么样也不应该是一个买点，不管它后面涨还是不涨。好，价格回调，我们说过这个地方是有一个缺口，
缺口出现了，那么怎么样能够代表这个缺口它的空方力量被消耗？就是股价能够用实体阳线回补。最近呢确实回补了，影线回补，那么说明多头有力量反攻，但是空方没有完全被击败，所以这个地方得要收一根实体阳线站回去，我们认为它才是一个空方退后，而后多头重新变强。而它只是上影线的话，这里就还不够。影线代表反转意愿，2天上涨阳线都有长长的上影线，不是一个好事情，所以在这里不应该做波段的加仓。而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关键支撑，如果是一个正常回调，有一个点位不能够破，或者说如果不破，甚至可以说是强势的多头下的空方简单回调而已，那么就是这个高量柱，这根 K 线的低点是 431.11， 所以这里是个支撑点，加上飘带，我们说为股价多头下的一个正常回调，那么飘带上沿是 432.274， 所以如果股价很强，它这个点位应该回踩不破影线，亦或者是反包阳启动。那么当前没碰到，并且多头也没有回补完全的缺口，那么就不要乱动，耐心等待机会的产生。而我们看一下反转三部曲，这是突破的第一根 K 线，这是第二根 K 线，所以高点被突破啊，所以突破之后往回踩，我们要看一下，只要飘带不破，是吧？只要回调有支撑，那么就可以作为一个买点，作为一个观察点。当然我们的买点，你不管是这一次回来提前去买进的同学，有可能这里是低点，就真的有时候有可能它就是不踩，那么直接就低点，那没办法。那么好，那么往上突破，那我们就等下一次再去回调去买进。那假如这个地方你买了，而后它并没有新高，这是第一个风险信号，说明调整空间还没到。而这一个地方买的人呢，如果越往上越有压力，你记得短线是要跑的。所以价格走势后续如果回到飘带附近产生止跌买点，我们一般买进之后，这是第一个博弈点。前期低位呢，你是博弈它的反弹，这一次呢是博弈它的新高，买了之后能够新高，才构筑了一个上行结构，而后趋势才走好。那么后续的每次回调找买点即可。目前是首次的多方回调，所以这个地方先看一下能不能守住买入博新高，新高能过，后续再回调去买入，再去加仓滚动仓位。那如果博弈失败，不能新高，后有压力，往下破飘带，要注意这里是一个反弹，依旧是顶部区域，那么你的仓位就不要去疯狂的去上。所以我们的整体仓位配置是要有一定的逻辑的，不能随便找一个点就满仓干。所以关注好这些关键点位。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只标的是 Meta， 目前所看的是 Meta 的图表，我们还是看到它的日线和周线上的升级九转。我们近期呢也是一直讲到 Meta 的一个九转交易。前期的下跌遇到9，而后我们通过突破去看涨买入，但是这个地方它依旧是黄色带，所以它依旧呢是看反弹。那反弹的过程当中170天 MA 它是作为一个压力位，这是我们近2期一直在讲的。好，碰到压力位出现了九转 K 线，低位9是看一个空方衰竭，多方反攻，而反弹之后到170压力附近出现了上涨9，那么就是空方来临而多方衰竭的可能。价格走势这里的回调是把缺口给回补了，但是没有跌破，所以当前呢，如果在这附近能够止跌，出现了假阳线10日新的一个反包，可以看止跌买点。不过目前的市场环境好像不一定会允许，但如果出现一根阳线反包，有缺口支撑，那么整体来讲还是可以再次看涨，有机会去往上突破170。而这里如果没有止跌阳线，而是直接跌破，那么就看下一个缺口支撑。所以这个呢，我们整体还在运作它的一个反转可能，但并不是100%反转，所以一步一步来，不要仓位直接上太满。而后在周线上的好的地方是它的周线有九转，而后九转也被突破，所以整体来讲这一根九转 K 线的9号 K 线低点作为支撑，那么后续回调的空间不破9的低点，那么我们依旧认为这个反转低点还是蛮有效的，依旧可以看后续市场对于上方缺口的一个回补。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趋势指标的一个表现。目前呢，我们看到是一个日线图表的 Meta， 那么 Meta 很明显它是走了一个由黄变紫色飘带，那么由黄变紫色飘带它就一定会反转吗？我们说了3部曲当中最后我们还得要有一次回踩的确认。你看前期它又不是第一次转为紫色的，它之前这里也是黄色黄色之后往上去突破之后呢，价格走势其实也还可以了。它走的第一根突破，第二根突破，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突破，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价位。收盘价呢是755.065，而这一天的飘带压力是754，
所以这一天是账上的第一天。好，那么账上第一天为1号 K 线，为2号 K 线。好，那么高点呢为压力，确实被突破了。当突破之后，股价往回踩，却并没有有效止跌，是收了一根反弹阳线，没有站回飘带啊，直接又跌穿了。所以这里呢，它没有那么容易能走出这个3部曲的价格走势。这里是不是出现了向上突破？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第二根，确实也突破了。好，那么这里往上突破了2号 K 线。然后往回踩，有踩稳吗？没踩稳，所以价格走势在没有出现3部曲启动的时期，股价在没有完全走到3部曲的时候呢，每一个上涨都为反弹。那么遇到9，遇到黄 K 反弹时，是不是应该减仓，要小心风险？而且一般做反弹仓位也不能重，那么哪怕这种大跌，你有部分仓位没逃走，因为你本身仓位就不重，而又高位减仓了，你其实损失是不大的。而如果你一开始把它当做反转去做，那么到了9的位置，你也不减仓，或者说你就减一点点，那么这波下跌直接把你大部分仓位都给吞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趋势的识别要更加的谨慎一点，所以你的仓位尽可能放在反转之后去进行加仓。它得要先突破2号 K 线，回踩有支撑，向上有新高，在第2部曲的时候去博弈它的买点，在3部曲之后回踩，积极的每一次去做多。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趋势交易中短波的计划。而现在往上走，这是第一根，这是第二根，所以它突破了，突破1部曲，回踩不破2部曲，止跌收阳，突破上方为第3部曲，而后每一次回调做飘带附近的止跌买点。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趋势交易策略，但却特别有效。所以目前回踩在这附近了，等待反包阳、止跌阳，而后做买点。博弈新高，能新高则后续趋势走好，不能新高则高抛之后小心这里又有一个高点。飘带的上沿支撑是 640.815 作为止跌点，这里支撑如果破就要看下方 623.143， 这里一定要明确止跌才行，没有明确止跌阳线不要随便买股票。我们再看到下一只个股是英伟达，目前所看的是英伟达的图表。这个英伟达呢，我们在上期视频说到英伟达这里有可能要去突破向上，但是再突破向上，它也还是处于一个反弹的界定当中。我们首先不要太期待它能够是反转，这是对于每一次下降趋势的上涨时，我们首先抱有的一个观点，没那么容易反转。那目前价格走势依旧走个收敛，没有向上突破，那么如果往下破，那么是不是说明它就是一个下降的中继形态？那么股价呢还有一个下跌空间，大概率下跌趋势是要破低点的，或者说在这低点附近为一个目标。我们看一下它的趋势指标，目前我们所看到是英伟达。英伟达呢，在前期转为了一个黄色带之后，股价的每一次上行，那么这里就是一个压力。最近是不是又走到了这里？而后走到这之内出现了黄 K 滞涨信号，又连续收了几根阴线，所以这个地方英伟达依旧是个风险。那么如果上方的飘带不能破，那么它的1部曲都无法完成，更不要说是后续的3部曲了。那我们看一下黄色带上沿，它是 185.26， 下沿是 182.201， 收阴线跌破下沿，那么确定之前的周1 K 线为高点 K 线，那么这里就是风险产生，而后它是一个上升收敛三角形的破位，那么这里就是上涨，那么就是一个上涨结束，下跌的开始。以上呢就是特斯拉、Meta 和英伟达的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3部分，第3部分的第一只标的是谷歌。我们看到谷歌的一个行情走势它呢就回调到了飘带附近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一直保持着这个紫色飘带，那紫飘带为上涨的多头波段，那么股价的下跌则以回调来看待。近期呢是一波上涨，走到了一个波段的一个超买区间，有一个黄 K， 市场出现下跌，下跌时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强势的回调点就是飘带附近，那么飘带附近产生了一个动作，就是运线。我们在昨天的盘前广播讲过，这个运线如果在回调时产生，就说明下跌停顿，那么我们的买点就是收阳线突破它的运线高点。昨天这根 K 线呢是一个反包突破昨天的高点，但它没有突破运线的高点，所以这个买点不是很确切，但不是一个很明确的买点，所以可以等收阳线突破这个运线高点，也就是 321.23， 收阳在这之上作为运线上破买点，然后它是不是第一位有一个飘带止跌的动作 313.793， 所以可以关注多头机会。但如果不能突破运线，而是往下跌破运线，同时跌破飘带，那么就注意了，它的空间可能就是缺口的回补，以及呢飘带的中轴附近 306.878， 这个就是如果往下跌，它还有这一个支撑也是比较强势的。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甲骨文。
甲骨文刚才我们其实讲了大部分内容，就是它其实是跌破170之后的一个反抽170压力附近出现了九转 K 线，它就和 Meta 其实一样的，只是它受到消息面影响，这个位置技术面共振消息面，所以产生了这种很明显的这种下跌破位。但是通过技术面来看，其实它就是一种风险点，它170无法去突破，然后呢又有一个9号 K 线加上大幅的放量让股价滞涨所以这种价格从技术面角度看，其实已经是一种风险点。好，那么这种风险信号左侧其实就是卖点，因为它是一个黄色带下的上涨，所以以反弹看待。反弹看待呢，越临近左高的地方，一般越有左侧风险，就应该越是提前做出卖出动作。而买入抄底的同学在这里，其实仓位不能太重如果太重仓位，其实就容易面临这种反弹后可能出现的这种明显的下跌。而它的支撑位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好说的，因为它肯定破位了。我们看到下沿支撑飘带上，中短波是 211.606， 而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MSTR。那么像 MSTR 目前是一个黄色带，那么上涨就看反弹。那为什么阿哲呢之前会说它是一个波段上也有机会呢？因为它有一个倒形反转在下方，目前一直没有回补。我们这里说就是有一个强压力区，并且在周线上有一些共振的技术面，因为它是一个股价下跌九转，而后也来到了一个170附近，并且是个白色 K 线，白色 K 线和黄 K 类似是波段上的一种超跌信号。那么白 K 有了，并且有下影线放量170止跌，还有神奇九转长升，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去博弈它有一波不错的反弹。目前反弹呢算还可以，但是不强。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面对市场的一个调整，它能不能守住这个缺口不跌破，就回补是可以的，但最好是引线。如果有的话，后续再次止跌上行，其实可以作为加仓点。而目前呢依旧是反弹看待，可以等待三部曲，而后再加仓也行。整体呢就先看它有机会走出底部盘整后的起涨。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微软有一定的风险性了，因为它来到了一个短波段的黄色带内，而后滞涨出现黄 K 并且跌破昨天呢已经提前下跌，并且有缺口再加放大量，而后实体阴线破了170加飘带的下沿，所以整体来说是说明170是有一个压力的，并且黄带压力也很足，所以当前不管这里是走震荡还是走下跌，都是大概率事件，而走上涨慢慢转为小概率事件。中期、长期、短期目前形成的共振压力，而它并没能去突破，所以价格走势它得要走出三部曲是很关键的。我们不管它是二次回踩还是怎么样的，它如果不能够走出三部曲的动作，那么这个地方它其实就还是空方比较强，那么当下就依旧还是一个空方的市场，而后它就容易继续打低点。虽然170是走向上，中长期是走好，但中短期、短期都不太好，就容易通过中期、短期走势去破坏长期走势。这里如果一直受压制，那么170迟早也会走平走向下，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走我们所说的三部曲，完成之后，而后170顺势上行，那么才能说中长期影响了短期和中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170的一个价格是484.8附近，这个价位要快速的收回，那么这里可以作为一个防守阴来看待。如果快速的把缺口给收一根阳线吃掉，这里其实可以作为一种绝处逢生超跌反弹的买点，但是只能作为反弹的买点。下一只股票我们再看到 ABGO 的话就是又来到了一个黄 K。 我们之前说股价走出回调是一个紫色带它虽然之前一直有黄色带，但是都没有走出下跌的这种三部曲，因为你会看到走黄色带的时候它的左侧低点一直是没有破的，所以它没有走出这种结构。走出黄色带的时候低点它一直没有破，到了黄色带的位置低点其实一直没有破，所以它的结构一直都最多走到二部曲，但是没有走到三部曲，所以价格走势一直还是多方勉强维持的上行。那么只要多方维持上行，我们有一个买点就价格上涨后回调时去找飘带附近的买点。好，买入之后观点就是新高，好，能够新高说明趋势还是上行，而后只要新高后续回调就继续找买点就行。好，那么一旦新高走弱，就记得你这一波短波段、中短波的买点是可以止盈部分的，而后剩下的可以顺势右侧看涨，而后跌回左高之后再去做全部的离场止盈。这是一个很简单，但是阿哲认为很有效的一种短波段的操作的策略。而后我们看到它的一个下沿飘带，而我们看到它的飘带支撑目前是在 384.076， 这作为一种正常回调点，而我们再看到这个地方的缺口作为强势回调点。如果这个缺口依旧有支撑，那么继续上行，右侧仓位依旧看涨就行。如果这个地方往下跌，跌到飘带附近不止跌，
那么我们首先把之前的止盈了，然后在这附近再找止跌买入机会。所以这是关于博通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到 AMD 的话是上涨趋势当中 ，AMD 的话它是上涨还是下跌呢？黄色带下跌趋势没有一部曲，所以股价走势呢还是很明确的一个反弹行情。那么这个时候它只要收阴线跌破飘带下沿，就确定这个高点是一个反弹高点。所以下沿是 218.55， 收阴线跌破，那么实体阴跌破没长下影线，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高点暂时确认，而因为是反弹，所以低点则作为我们首要的一个下跌目标啊，所以价格走势目前是一个下跌趋势。不过走到这里，其实它还没有三部曲啊，因为前面这里跌破了2根，所以这里是1，这里是反弹有压力，这里是2，所以这里收阴线跌破，作为空方来讲是可以在这里博弈空方的三部曲，就我们所说的三部曲，这个反过来就是一个下跌的一个三部曲。好，所以价格走势如果这里收阴线，那么第一目标就是前面的低点啊，破了之后呢，股价每一次的反弹都看下跌，都做空。价格走势破左边的低点就是作为第一个目标。如果二次回踩在某个地方前低附近有支撑，那么记得空方要去止盈。当然阿哲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做空，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反弹的高抛点。这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HOD 来到了升级九转，然后出现长上影线滞涨。后续呢，我们再看到它的飘带由黄色转为紫色。那么2号 K 线在哪里？这是突破的第一根、第二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压力区。好，压力区没有突破，所以第一部曲没有完成。它要么呢就是先突破再回调，要么就是先回调有支撑再突破啊，这2个动作其实都行。只是呢，正常逻辑下，它应该先突破2号 K 线。如果到2就滞涨，那么其实说明这波反弹它的力度有限，后续回调之后再新高的可能性啊，是不如先突破再回调的可能性的。所以正常1、2、3，它最好是顺势的在做，那么它的力度会更强、更可靠。如果先来2回踩再突破1，那其实它的多方力度上呢是很容易走失败的，因为它的多头力量表示已经是弱势了。所以正常强势的反转应该先走突破，然后再走回踩，再去看前高。目前下方的飘带它是 127.113 啊，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压力呢就是2号 K 线的高点，也就是说是 137.36 啊，作为压力。下一只个股我们再看到 APP 是走到九转之后还继续上涨，因为九转它不是说就必跌，我们之前讲过，九转之后有一些判断下跌的方法，其中一种就是9号 K 线被跌破，当然另外呢还有一种是股价的新高判断啊，就是新值的高点和9的高点是可以结合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做分享。那么这个地方它是临近了左边高点，我们说左边高点其实也算是一种压力啊，特别是从左高还有长上影线的，所以这里是一个压力区间，它来到了升级九转，又来到了前方高点附近，所以这里呢不一定不涨不能新高，但至少它肯定不能作为趋势的买点。我们已经走了一部曲，而后差一次回调，回调的支撑点可以看 633.26， 同时它如果是很强势的微调，那有可能9的低点也能够作为支撑，也就是 678.69， 而正常回调应该就是飘带和前方这个缺口附近为正常回调区间，也是目前比较大概率的一个可能性。好，这是 APP， 我们等待回调。现在这个股我们再看到 Circle 反弹相对偏弱，而后在飘带附近出现了2号 K 线，突破第一根，突破第二根，而后这2根选偏高的是一个运线，所以走出突破才是一部曲。当前依旧是个反弹，反弹仓位就不能够太重，整体以反弹来看待，飘带目前也没有转颜色，还是黄色，那么趋势上只能做反弹，所以仓位呢不要放太多。它也是白 K 产生超跌之后的一个对黄带的反弹，目前能够弹到黄带之上，说明反弹的整体空间时间还是不错的，但还未出现一部曲，所以整体依旧小心一点。下一只个股是 HMCI， 它是不是也是一个反弹，力度还一般，因为左边的阴线到现在没有过，而有9号 K 线，这种是相对的压缩的，就9号 K 线9根都是比较窄的，这种很容易产生后续再次强势的空方力量，所以这种9呢要小心了，它是一个黄色带，所以反弹之后小心破低点，所以目前这种走势概率性比较大，因为它反弹比较弱。好，目前也是一部曲都没有，所以这种股票呢就会看反弹，而后仓位比较重，只能做反弹，那么甚至呢是不作为做多的一个标准。所以这种股票你看一下你手中是不是走这个样子的，如果有，那么这种股票就要小心。下一只个股呢，我们再看到 OKLO， 那么这一只股票它是不是突破也有2根呢？
突破的第一根，突破的第二根，所以两根里面选偏高的，它是一个运线，而且是连续的收敛，小级别走了一个收敛形态，而后等待向上突破，确认能够追涨。这种形态在2号 K 线附近产生，如果突破可以做追涨点，因为它走了一个213啊，因为它是先走第二步的回调，而后如果止跌突破，其实就是213的一种走势，它就可以构成一个直接的买点，后续的回踩依旧可以看涨。但是因为它是213不是123，它的多方力量其实是相对偏弱一些，但如果突破依旧可以去做反弹的加仓，还是可以的。但这个概率性目前因为市场环境原因，所以并不是很大。而后我们看一下它的下方有170线还是比较靠近的。在170线附近的股票呢，我们认为整体170只要向上，股价大部分在170上，那么我们可以说它在中长期趋势上是没有问题的。而碰到170的股价，大概率会形成一种反弹趋势，或者说很多时候它就是用中期调整的目标位。所以170附近的股票呢，不要轻易去做空，也要注意它容易在这里产生一些反弹。所以如果你没有卖的，到这附近也就小心了，不要随便割肉了。第一位的倍量阳线，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支撑位，如果把这个倍量阳给跌破，那么它就是要去探一下170。所以整体量趋势没有走好，它起码得要等个突破，构成213不取，那么才有机会慢慢走出反转，否则依旧看反弹高点。然后我们看到下一只股票是 PLTR 也跟 APP 一样，近期走势反弹是很强劲的。而昨天也是一个非常强的放量的高开高走的一个阳线，它和甲骨文还不太一样，因为甲骨文呢是放量不涨，而它是放量确实有如期上涨，所以整体氛围上会比甲骨文那种放量自涨的肯定要好很多。它是一个足够的放出大量，所以这个个股应该情绪上还是比较充足，所以它的一个投机氛围应该是不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下它的一个飘带的表现，那个123不取它走到哪里了呢？如果您目前还没有激活彩虹带的，那么也要尽快的赶快的找到朱老师去激活。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之下，并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看好手中股票的趋势，点击右上角的小卡片就可以找朱老师激活这个阿哲同款的彩虹带，体验权限。那目前的股价走势走到了九转的地方，而后它是有1号 K 线、2号 K 线的向上突破，所以股价走势这里是一个支撑。结合飘带，所以这个区间回调在这附近有止跌，可以构成2部曲的一个回调买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支撑点，首先是它的低点是 177.16， 而后它的上沿是 173.295， 所以这两个点位找支撑回调买点。如果不出现回调呢，那么我们就要等待回调，而不要因为它涨时不回调就盲目的想要在这里去追涨，因为它已经走到了9号 K 线，再往上，那么你的风险越大，要么你就曾经低位去做反弹仓位，那走到这个地方你再想着去加仓，那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就不要乱去高位去买了。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 Coin 的话，是不是也是9号 K 线？9号 K 线它突破了一根，这一天的收盘价是 277.36， 而后上沿的位置是276附近，所以它是突破了，所以这里是突破的第一根，那么这里呢是第二根。好，两根里面又是一个运线，它这里如果能突破就是第一部曲，而后回调找买点，现在还没有，又是9号 K 线，所以有一定的风险性。这个地方走到这里又临近170天线的压力，所以当前之前没有买的，现在不要乱买了。下沿的一个支撑 267.07， 这里是弱支撑，如果收阴线跌破，那么确认这个9的高点为一个反弹高点。而后我们再看到 Core 位呢也走到9号 K 线，也是个运线也是哪个地方是2号 K 线呢？我们看一下这一天的收盘价是88.3， 而后它的上沿是87，所以这一天突破第一根，而后这也是1，这也是2。好，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说它是关键的 K 线。好，所以这里被突破了，那么等待回踩止跌，然后找买点。当然，这个买点最好还是转为紫色带的回踩有效，目前还是黄色带。好，所以这里呢走了一部曲。好，那么目前看回踩能不能有止带，然后有支撑。当下它的支撑点你可以看到下沿它是 79.912 作为支撑点，看这里能不能够撑得住。我们再看到下只股票是美光它很强势的新高了，新高的时候是不是走的是前方的下跌，而后没有3部曲，这是跌破第一根，跌破第二根，所以这个地方为支撑，价格上去没产生压力，所以这种行情下的下跌大概率呢为一个砸盘的低点。
而砸盘低点之后还能够新高，所以大级别上的趋势呢，它就是走了一个上行结构，所以当下的美光依旧趋势上行看涨。那么这种大趋势看涨，那么回调时飘带的上沿 236.218 附近就都能够产生止跌买点，止跌就可以买入。当然当下是一个黄 K 新高黄 K， 它的低点本身也会有支撑，如果强势回调的话，正常它的低点应该也不会破的，所以当下你的博弈点就是要么博弈它的回调是比较升幅的，在这附近去买入止跌，这种是比较保守的；另外一种比较激进的，就是把它的低点作为止跌点，然后回调在这里止跌，去寻找日内的一些交易机会，这种比较激进。好，所以这是美光科技两个支撑点，低点 250.58 和这个飘带高点 236.218。我们再看到下只个股是亚马逊，亚马逊的话，黄带一眼看过去，它是不是一种风险信号？前期呢是回踩到170附近有止跌有反弹，那么这里是跌破的第一根、第二根，然后这里呢是略微破了，不是很有效，我们就当它破了。好，破了一部曲反弹，二部曲目前破了飘带下沿，所以看三部曲。三部曲的目标位就是左边低点。而后如果能够有效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三部曲，而后续趋势就会走坏。目前依旧属于多方的趋势，但因为它跌破了一部曲反弹，这里呢回踩，当下的动作是踩的不深的，所以如果它不踩前低，没有去破前低，那么就说明我们这里博弈的空方它不算很成功啊，完成的目标不是很多。那么它一旦打了空方止损，那么就容易走出反向的三部曲。所以当下我们来看一下，它会不会在不走下跌的三部曲而走上涨的三部曲？这个地方往上走，它是不是得要走一根两根啊？而后突破回踩，再走势上涨。所以当下这个地方啊，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机会。它虽然是一个强势底分型止跌，那么这里可以看反弹，当反弹时呢，飘带有压力，左边的黄 K 有压力，所以这里呢不是一个好的买点。我们最好还是等明确的趋势加止跌 K 线。那么当下的上沿它是 232.344， 而后黄 K 附近啊也是一个压力。目前这里呢就当做反弹来看，因为它还是个黄带，没有一个有效的突破。以上就是12月11号美股盘前行情快报，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